我们辛辛苦苦大半年，天天在工地风吹日晒，你工钱就给我们发这么100块红包？老板不屑地吐出一个烟圈，嫌少？我没拖欠都算开恩了，不想要就含来。老板只给我发了200微信红包，备注里写着今年行情不好，理解一下。他又在群里发了条语音，懒洋洋地说：微信红包上限就这么多，心意到了就行。可他那个只会玩手机的小舅子却领了8万8的管理卓越奖，正在朋友圈晒新提的越野车。几个包工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讽刺的数字，眼神里满是同情和不可思议。我把劣质烟头按灭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没事儿，2期我不带队了。弟兄们，只认我不认钱，到时候工程全都停了，违约金让他赔死。第2天，工地板房里，劣质烟草味呛得人睁不开眼。陈海，钱不都发你了吗？你比别人还多100呢，还搁这跟我扯啥犊子？孙八皮翘着2郎腿，甚至没正眼看我，手里还在摆弄着新买的最新款手机。我刚还在财务室门口，听见他给刚换的小3转账5万2，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一辆崭新的内姆冲进全是泥水的工地，泥浆溅得老高，直接崩在我刚洗干净的工装裤上。车门打开，下来个穿着潮牌的小年轻，他手里晃着厚厚一沓红钞票。呀，姐夫给力，8万8卓越奖，正好够我改个轮毂。他扭头看见我，嘿了一声：哟，老陈也在啊，领多少？200，够不够买包烟？他瞥了一眼我手机上那个还没领取的红色气泡，嗤笑一声：装什么呢？赶紧点了，别过期退回去了。门外几个跟着我干了10年的老木工，手里紧紧攥着安全帽，钢筋般的老马往前跨了一步，想冲进来。我抬眼，目光冷冷地扫过去，老马停住了，腮帮子鼓得像只青蛙。我转回身看着孙八皮，他正搂着郑飞的肩膀，满脸笑容，转头看我时，脸又拉得比驴长。陈海，别不知足，这200也是钱，够你吃顿好的了。2期好好干，我再给你涨200底薪。我手底下300号高级技工，给他干了整整5年，把这个烂尾盘做成了区里的标杆，就值200块，还得是微信红包。我低下头，点燃一根烟，烟雾遮住了我眼里的寒光。行，谢孙总赏。我手指一点，收下了那200块，转身出门。晚上大排档，满地的啤酒瓶碎片，泥瓦组长老周把酒杯摔得粉碎，红着眼吼：海哥，咱们不伺候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那个只会玩手机的废物拿8万8，咱们拼死拼活拿，就一张红票子。几十号班组长群情激愤，桌子拍得震天响。我坐在主位没说话，只是一杯接一杯的给他们倒酒。等到所有人都吼累了，我才把烟头按灭在满是油污的桌面上。不急，现在走，违约金扣死你们。那咱们就受这鸟气。老周气得直哆嗦，我给每个人满上酒，咱就等，过完这个月，必须等到清明后2期开工。这时候，一辆路虎揽胜缓缓停在路边，车窗降下，露出一张威严的脸。他看了一眼这边的群情激愤，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我站起身走了过去，林董递给我一根中华，之前让你考虑的事情想通了。我接过烟别在耳朵上，咧嘴一笑，是啊，林董，东郊那个别墅区的项目给我留个位置。林董笑着拍了拍车门，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只要你带得动人，我有的是。林董大笑离去，红色的尾灯像是某种信号。我回到工棚，看着微信钱包里多出来的那200块余额，觉得无比刺眼。墙上贴着2期工程的施工计划表，密密麻麻，全是关键节点。我伸手一打撕了下来，撕得粉碎。手机震动了一下，孙八皮发来的语音，语气颐指气使：陈海，我告诉你，清明之后2期必须全员开工，少一个人扣你200，迟到扣钱。我没回消息，只是把通讯录里那个用了5年的孙总改成了孙八皮，因为我知道这楼没了我，不出半个月就得他。开工前3天，工地上拉满横幅，孙八皮为了省钱没去酒店，就在食堂搞了个所谓的1期工程庆功表彰大会。孙八皮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台上讲 PPT 做的花里胡哨，全是2期干完公司上市的大饼。台下几百号工人一个个面无表情，像是看猴戏。我坐在角落里，手里剥着花生，眼神稳漠。身边的几个核心班组长、木工头、钢筋头、水电头全都围在我身边，像是一堵墙。海哥，真要这么干？水电头压低声音，手有点抖。我把花生壳扔在地上，用脚碾碎，图纸上的那些关键节点按管走向，除了咱们的人，谁也别教，烂在肚子里。台上抽奖环节开始了，特等奖是一台65寸的大彩电，郑飞负责抽奖，手伸进箱子里，在那儿乱搅和。特等奖号码是1，全场死记，1号正好贴在郑飞自己的胸口上。哎呀，运气真好，这彩电归我了。郑飞在那大呼小叫，恬不知耻的让人把彩电搬上他的越野车。底下的工人有的发出了嘘声。孙八皮像是没听见，拿过话筒，突然点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黄牛陈海上台讲2句。聚光灯啪的打在我脸上，我眯了眯眼，慢慢站起来。
周围的兄弟们想拉我，我摆摆手，走上台。孙八皮把话筒递给我，压低声音威胁，说点好听的，别给我掉链子。我接过话筒，看着台下几百双眼睛，那一双双眼睛里有疲惫，有愤怒，也有对27的迷茫。我笑了笑，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大家一起辛苦了。27开工前好好休息，保重身体。记住一句话，钱是王八蛋，手艺才是咱自己的。说完，我把话筒往桌上一扔，发出一声刺耳的笑叫，然后转身下台。孙八皮的脸都气绿了。郑飞在下面起哄，老陈是不是老糊涂了？表彰大会说的这么丧，不想干滚蛋。大会结束后，孙八皮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摆着好烟好茶。陈海啊，27工程量大，我想把几个班组长的联系方式存档，统一管理。这是要架空我，想把人脉握在他自己手里，然后踢开我。算盘打得挺响，可惜我早有准备，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得皱皱巴巴的纸，都在这了，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10个电话号码。孙八皮如获至宝，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拍着我肩膀：“陈海，我就知道你靠谱，公司老黄牛吗？”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老板，那我先回去了。走出办公室，外面的狂欢还在继续，工人们还在群里抢着老板发的那些几块钱的拼手气红包。我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切，拿出手机给12个班组长建了个群，群名叫说走咱就走。我只发了一句话：东西收拾干净，一件别留。今晚12点撤。深夜，工地上静悄悄的，几百号人像是沉默的幽灵，他们把自己带来的工具、私人的模具、特殊的测量仪器全部打包。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安全隐患，断电、关水、锁门，我保证不会伤到任何一个人，但我保证这个工程进度会彻底卡死。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我把那顶戴了5年的红色安全帽挂在了门卫室的钩子上，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楼盘。再见了，孙八皮，我们要跑出加速度，干出新气象啊！可惜群里没人理他。我把手机设了静音，专心给许久未见的老婆孩子包橘子吃。几百公里外的工地上，此刻应该是另一番景象。孙八皮带着郑飞站在工地上发呆。人呢？陈海人呢？孙八皮在板房里咆哮。郑飞拿着图纸指手画脚，不就是几个泥腿子吗？我有图纸，我来指挥。姐夫，这上面画的啥？怎么跟迷宫似的？总电箱在哪？我要送电。发现连电箱的总闸在哪都找不到。这个工地的电路是我亲自改的，总闸在地下室一个极其隐蔽的夹层里，没有我，他们连灯都打不开。更要命的是，特殊的异形墙体需要特殊模具，那些模具是我们自己出钱做的私产，走的时候那是必须带走的。新招来的几个散工看着复杂的异形墙，两眼一抹黑。老板，这枚模具怎么倒水泥啊？用手糊吗？郑飞气急败坏，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操！郑飞狠狠把手机摔在地上，屏幕碎成了蜘蛛网。就在这时，几台大型塔吊下面传来了吵闹声。钥匙呢？塔吊钥匙怎么都不见了？孙八皮跑过去一看，操作室锁得死死的，塔吊师傅全是我的人。这种几百米高空的活，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没钥匙，没密码，这几千万的设备就是一个废铁。正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几辆黑色的奥迪开进了工地，林董带着全套的监理团队来突击检查了。孙八皮吓得腿都软了，赶紧迎上去，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林董，您怎么来了？林董环顾四周，没有人声，没有机器轰鸣声，地上全是积水，电箱没电，塔吊停摆。林董的脸色铁青，冷笑一声：“孙总，这就是你说的加速度，这就是你的27誓师。”孙八皮擦着冷汗，强行解释：“工人们还在路上，堵车呢。”林董瞥了他一眼，核心骨干呢？陈海呢？陈海他拉肚子，去医院了。就在这时，地下室突然传来一阵惊呼：“不好了，老板，地下室反水了！”那是地下水位的排水暗管，阀门的位置全工地只有我知道，也是我故意没关严的小礼物。黑色的臭水越积越深，眼看就要淹没还没做防水的配电房。孙八皮这下彻底慌了，他顾不上林董在场，疯狂地拨打我的电话，1遍、2遍、10遍，每分钟一个。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孙八皮99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闺女问我谁啊？这么急？我把剥好的橘子塞进她嘴里，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推销保险的不用理。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烟雾缭绕，像个仙人洞。见到我进来，孙八皮像是见到了救星，蹭的一下站起来，但下一秒他又摆出了老板的架子，猛地一拍桌子：“陈海，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不然我扣光你上期结算款。”我没说话，慢悠悠地走到桌前，从包里掏出一个辞职信，啪的一声甩在桌上。我不干了，让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郑飞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你个臭打工的，想造反啊！”他伸手想推我眼皮一抬，单手闪电般探出，扣住他的手腕，稍微一用力，哎呦，疼，断了，整个人都快跪下了。我嫌弃地甩开他的手，抽出纸巾擦了擦。孙八皮愣住了，似乎没想过我会还手。他眼珠子一转，换了副嘴脸，硬挤出一丝笑：“只要你现在去工地把问题解决了。”我看着他，像是看着一个小丑。2000，我冷笑一声，声音里满是嘲讽：“还是留给你小舅子在看守所里买烟抽吧。”他听了后恼羞成怒，索性撕破脸，恶狠狠地威胁：“没有100万，你别想脱身。”我则一点都不慌，
慢条斯理的从包里拿出劳动合同，还有一份厚厚的录音笔和 U 盘，违规操作、偷税漏税的证据都在这儿。要不要我现在发给劳动事务服务中心？孙八皮傻眼了，嘴巴张的能塞下个灯泡。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他看都没看孙八皮一眼，径直走了进来，径直走到我面前，微微鞠躬：“陈工，林董在东郊1号院等您呢，开工仪式马上开始，等着您剪彩。”孙八皮彻底僵住了，他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大秘，林董啊你，他声音都在抖。我整理了一下衣领，拿起那封辞职信，拍了拍孙八皮满是油光的脸。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孙老板，好自为之。我转身，大步流星的走出门，身后传来孙八皮愤怒摔杯子的声音。走出大楼，阳光刺眼，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连空气都是甜的。微信群里，老陈兄弟连的消息炸了，矮哥，等你下令，兄弟们都到了。我按住语音键发了一条语音：东郊1号院开工。东郊1号院的开工仪式办得极为气派，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重型机械和崭新的工棚。林董站在搭建好的高台上，手里拿着金剪刀。台下，我带出来的300号核心技工列队整齐，每个人眼里都透着光。今天我宣布一件事，东郊1号院的工程总指挥由陈海全权担任，所有班组长底薪翻倍，普通工人按最高标准结算，绝不拖欠一天。台下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后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老马把安全帽高高抛向空中，老周激动的眼眶通红。我看着这群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剪彩结束后，林董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份合同。老陈，这是你的干股协议，只要这楼盖得漂亮，以后咱们就是合伙人。我没有推辞，郑重的签下名字。我知道，这不仅是钱，更是手艺人的尊严。相比东郊1号院的烈火烹油，孙八皮那边简直是人间地狱。地下室的反水彻底失控，黑臭的泥浆不仅淹了配电房，还倒灌进了刚打好地基的电梯井，几千万的设备泡在水里，整个工地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孙八皮急得满嘴起泡，花高价请的专家来排水，越排倒灌的越厉害。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林董公司的法务部团队西装革履的出现在了泥泞的工地上。孙总，鉴于贵方严重违约，这是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及索赔函。孙八皮颤抖着手接过来，看到上面索赔金额1200万的字样时，两眼一黑，直接瘫坐在了泥水里。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走投无路的孙八皮终于想起了我，他不敢来东郊1号院找我，只能像个过街老鼠一样蹲守在大排档附近。老马和几个钢筋工正在喝酒，孙八皮拎着2条华子凑了过去。老马，以前是哥哥不对，只要能把地下室的水排了，我给你们每人发1万块奖金，当场结清。老马斜着眼看他，连筷子都没提。孙老板，您那8万8的卓越奖发完了，怎么有空来找我们这些泥腿子？旁边的小徒弟更绝，直接掏出手机开启了录像模式。孙八皮急了，伸手去拉老马：2万，我给2万行不行？算我求你们了。老马一把甩开他的手，站起身冷冷地说：孙八皮，海哥说了，手艺是咱自己的，你给多少钱也买不回咱们的骨气，赶紧滚，别在这倒胃口。视频当晚就在工人圈子里传开了，孙八皮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但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小舅子郑飞却咽不下这口气。他觉得是我断了他的财路，竟然纠集了10几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拎着钢管和油漆，趁着夜色摸到了工地外围。他们打算砸坏我们的几台关键设备，顺便在工棚上泼点红油漆恶心人。可惜他们太低估我了。我让林董安排了最专业的安保团队，并且安装了无死角的监控。郑飞他们刚剪断外围的铁丝网，探照灯瞬间亮起，把周围照得如同白纸。郑飞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钢管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误会，都是误会，我是路过的。他抱着头蹲在地上哀嚎。我从人群后走出来，看着他那副熊样，冷笑一声：路过带钢管，留着跟警察解释吧。警车呼啸而至，将这群人全部带走。郑飞进去了，但这还不够，必须斩草除根。我拿出之前准备好的 U 盘，里面装满了他偷工减料的铁证。我没有犹豫，直接将这些材料分别寄给了税务和住建部门。联合调查组就突击查抄了孙八皮的公司，公司的财务吓得全盘托出。孙八皮被戴上手铐带走的那天，据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的公司账户被全面冻结，名下的房产和豪车也被查封，用于抵偿拖欠的款项和罚款。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板，最终落得倾家荡产，锒铛入狱。消息传回工地，工友们买了几罐鞭炮，放得震天响。我看着升腾的烟雾，默默点燃一根烟。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郑飞因为寻衅滋事和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被判了3年。据说他进去的第一天就哭着喊姐夫救命。可孙八皮自身难保，连律师费都凑不齐。从今那个开着牧马人在工地上横冲直撞的嚣张小子，如今在铁窗里连根像样的烟都抽不上。而孙八皮的下场更惨，偷税漏税的金额触目惊心，数罪并罚，直接被判了5年。他名下所有资产被冻结拍卖，那辆他最爱的奔驰 S 级在网上以不到原价1/3的价格被人捡了漏。他老婆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不是去探监，而是火速办了离婚手续，卷走了最后一套没被查封的小户型房产。消息传开那天，工地上没有人幸灾乐祸，大家只是默默干着手。老周倒是感慨了一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站在正在封顶的东郊1号院楼顶，看着远处的城市天际线，风很大，吹得工桩猎猎作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东郊1号院首期节点提前20天完美交付。验收那天，林董带着甲方全套班子来现场检查，
监理团队拿着水平尺和铐尺一面墙一面墙的亮，墙面平整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首席监理签字时手都在抖，干了20年，头一回见这么漂亮的活。林董伸手摸了摸那面弧形异形墙，笑着回头看我，老陈，这面墙是你亲手带着人做的？我点点头，这面墙的弧度和精度是整栋楼最难的部分，模具是我和老马连续熬了3个通宵才调试出来的。林董当场拍板，把这个项目作为他旗下所有楼盘的质量标杆。一时间，东郊1号院和陈海这2个名字在本地建筑圈里彻底打响了。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但我一个都没急着接，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天晚上，林董请我在他的私人会所吃饭，席间只有我们2个人，一壶茶，几碟小菜。老陈，你的能力不止于此。林董放下茶杯，目光炯炯。你应该成立自己的公司。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实话，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已经转了很久，但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搬砖的，开公司这种事太遥远。我给你提供第1年的项目保障，但公司是你自己的。老陈，你欠那帮兄弟一个体面的身份。当晚回到工棚，我把12个核心班组长叫到了一起，桌上摆着花生米和2锅头。我把想法一说，老马第一个站起来，海哥，你开公司，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跟你干。其他人纷纷响应，拍着胸脯表态。那一晚，我们喝光了3箱酒，月亮挂在工地的塔吊上，又大又亮。1个月后，海建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办公室不大，就在工地附近租了个30一厅的民房改的，墙上挂着营业执照，旁边贴着我亲手写的8个大字：质量为天，兄弟为本。挂牌那天没搞什么仪式，就是10几个核心骨干围在一起吃了顿饺子。但有一件事我做得非常郑重，我拿出一摞打印好的劳动合同，每一份上面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底薪、绩效、五险一金、工伤保障，一项不少。从今天起，你们不是临时工，不是散工，是正式员工。我把合同一份份发到每个人手里，生老病死公司兜底。老周接过合同的时候手在发抖，他干了一辈子建筑，从来没有哪个老板给他交过社保。几个年纪大的师傅当场就红了眼眶。这个行业里，农民工从来都是最廉价的消耗品，用完就扔。但在海建，我要让每一个人都被当人看。消息传出去后，大量优秀的技术工人主动找上门来，简历堆满了那张2手办公桌。公司成立不到1周，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了门口。孙扒皮，准确的说是曾经的孙扒皮。他取保候审出来办手续，整个人瘦了2圈，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派头。他站在海建公司门口，看着那块崭新的招牌，眼神复杂。陈海，能不能借我点钱？就几千块，我得交罚款，不然要收监。门口的老马认出了他，腮帮子一鼓，上前就要骂。我抬手拦住了老马，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高高在上，把我们当牛马使唤的人，我心里没有快意，只有一声叹息。我转身进屋，拿了一个信封出来，里面装着5000块现金，拿去，不是借你的，是还你的。当年你发我那200块，我一直没花，这5000算是连本带利还清了。从此以后，咱们2不相欠。孙扒皮接过信封，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弯着腰，慢慢消失在街角。我转身关上门，再也没回头。海建公司正式运转后不久，本地区发布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招标公告：市中心一栋烂了3年的商业综合体盘活工程。这栋楼是前几年房地产热潮时上马的项目，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烂尾，成了市中心最大的一块疮疤。工程复杂度极高，地基下沉，钢结构锈蚀，管线老化，前后换了2家施工单位，都铩羽而归。业内没人敢碰这个烫手山芋，但我看完图纸后，心里有了点。海哥，这活太凶了，那2家跑路的都是老牌公司。我把图纸铺在桌上，用红笔圈出了7个关键节点。难是难，但只要把这7个点吃透，就能救活。我顿了顿，指着窗外那片城市的天际线，而且谁要是能啃下这块硬骨头，以后在这个城市里就再也没人敢小看咱们。班组长们对视一眼，齐齐点头。招标会设在市建设局的大会议室里，其中最扎眼的是坐在第1排西装笔挺的团队，老板叫王德明，人称王半成。他的团队光是投标文件就装了3大箱， PPT 做的比电影还炫。轮到海建公司上场时，会议室里明显多了几分轻蔑的目光。我们的投标书只有薄薄1本，封面连彩印都没用，就是普通的黑白打印。但我上台后没有放 PPT， 而是直接摊开了一张手绘的施工分解图。每一个节点的处理方案、工期推演、成本控制，全部用最朴素的数据和最直观的图示呈现。评委席上，几个老专家越看越认真，开始频频点头。王德明的脸色逐渐变了。答辩环节，一个评委尖锐地问：陈总，你们公司刚成立，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能完成这个项目？我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凭30年的手艺和300号不怕死的兄弟。结果公布那天，海建公司以综合评分第1的成绩拿下了标书。消息传出，业内一片哗然。一个成立不到2个月的新公司，竟然击败了本地龙头鼎盛建工。王德明当场黑了脸，带着团队摔门而去。他在停车场给秘书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杀气很重：查，给我查这个陈海的底，海建的单子一个都不许接。中标当晚，我请所有兄弟在大排档搓了一顿。老马喝得满脸通红，举着酒杯吼：海哥牛逼，干翻鼎盛。我笑着把他按回座位，别嘚瑟了，硬仗还在后面。回去的路上，我一个人站在那栋烂尾楼下面，仰头看着黑洞洞的楼体，月光照在锈迹斑斑的钢筋上。我点燃一根烟，喃喃自语：老伙计，我来救你了。进场第3天，问题就来了。
我让采购组下单的钢材、水泥、防水材料，一夜之间全部被供应商退回了定金。陈总，对不住，最近产能紧张，实在供不上。我连打了5家，答案如出一辙。老周气得砸桌子，肯定是王德明那个王八蛋找的鬼，他把供应链全掐死了。我坐在办公室里没吱声，面前摊着一张本地区所有建材供应商的名单，几乎全部被鼎盛建工的关系网覆盖。断粮比断电更致命，越是被逼到绝路，脑子越清醒。我把名单翻过来，在背面写下了3个字：去源头。第二天凌晨4点，我带着采购组的小刘，开着那辆跑了20万公里的面包车，连夜奔赴800公里外的钢材产地。整整12个小时的车程，我和小刘轮流开，困了就在服务区眯20分钟。到了产地已是深夜，我们顾不上休息，门卫不让进，我就蹲在厂门口等。第二天一早，厂长上班看见2个灰头土脸的人蹲在门口啃干馒头，被我的诚意打动，破例接待了我。我把项目的详细需求、用量预估和付款计划摆在桌上，厂长翻了翻，抬头看我：“你这个量不算大，为什么不在本地采购？”我没隐瞒，把被封锁供应链的事如实说了。厂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我最烦这种搞垄断欺负人的。行，这单我接了，而且给你出厂价。”我紧紧握住他的手，那一刻觉得这趟800公里没白跑，但真正的硬骨头才刚刚露出来。地基检测报告出来了，比预想的更糟糕。这栋烂尾楼下方存在大面积的溶洞层，最深处距离地基底板不到3米，地基出现了不均匀沉降。海哥，这他妈不是烂尾楼，这是个定时炸弹！老马看着检测数据，脸色发白。传统的处理方案是灌注混凝土填充溶洞，搞不好还会引发新的塌陷。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3天，桌上铺满了地质资料和结构图纸，烟灰缸换了4个。第3天深夜，我盯着一张溶洞的剖面图，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我猛地站起来，冲到隔壁，把正在打呼的老马摇醒。老马，起来，我有办法了。我的方案叫分层灌浆倒模法。先用高压注浆把溶洞分割成若干的小腔室，再逐层填充特制的速凝浆料，同时在关键位置预埋钢筋笼作为骨架支撑。我和老马带着几个最有经验的老师傅，在工地上搭了个简易的试验台，用废弃的管材模拟溶洞结构，反复试验。白天干活，晚上试验，连续熬了7个通宵。第8天凌晨，当最后一组试验数据完美达标时，我握着记录本的手在发抖，不是累的，是激动的。成了，我声音沙哑地说。老马一把抱住我，2个40、50岁的大老爷们儿站在凌晨的工地上，像孩子一样又笑又叫。正式施工那天，我亲自操控注浆设备，每一个参数都反复确认，整整用了15天。地基下方的溶洞被彻底驯服，检测数据全部达标。是建设局的总工程师专程带队来工地考察，看完施工记录和检测报告后，当场拍板，这个工艺要申请专利，必须推广。不到1个月，专利证书就批了下来，邀请我上台做经验分享。心里说不紧张是假的。当我摊开那些手绘的施工图，展示那些沾满泥浆的试验记录时，台下渐渐安静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站起来带头鼓掌，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是泥里刨出来的。散会后，好几家公司的老总追到停车场找我要名片，我口袋里没有名片，只有一包皱巴巴的烟。我撕了个烟盒纸，写上电话号码递过去。海建公司风头正劲的时候，鼎盛建工那边却出了大事。王德明这几年疯狂扩张，同时开了10几个工地，管理上早就漏洞百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城南的一个安置房项目，在混凝土配比上做了手脚，钢筋间距也严重超标。更要命的是，他们长期拖欠工人工资，最久的已经欠了8个月。忍无可忍的工人们集体停工，拉起横幅堵在了项目部门口，还我血汗钱，黑心老板滚出去。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记者蜂拥而至，话筒怼到了王德明脸上。王德明试图用老一套行情不好，资金周转困难来搪塞，但这次没人买账了。住建部门介入调查后，发现鼎盛建工不仅拖欠工资，还存在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一纸停业整顿通知书贴在了鼎盛建工的大门上。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亲手砌一面样板墙。我没有幸灾乐祸，只是想起了当年孙扒皮的下场。这个行业里不把工人当人的老板，迟早都是这个结局。鼎盛建工停业后，最惨的不是王德明，而是他手底下那几百号技术工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突然失业断了收入，很多人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开班组长会议。海哥，鼎盛那边散了好几百人，有不少是真正的好手。老周试探着说，要不要？我没等他说完，直接拍板，去，把消息放出去。海建公司招人，只看手艺不看出身，来了就是兄弟，待遇一视同仁。第二天，海建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龙，我让老马和几个班组长现场考核，不看学历不看证书，就考实操。一个40多岁的焊工，手稳得像机器，焊出来的缝均匀的像艺术品。我问他叫什么，他低着头说，我叫张铁柱，在鼎盛干了8年，1分遣散费都没拿到。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铁柱，欢迎回家。那一天，我们一共接收了120多名优质技术工人，海建公司的团队规模正式突破1000人大关，烂尾楼盘活项目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把工期排得密不透风，但安全和质量的红线一寸都没让。每天早上6点，我准时出现在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吃食堂的大锅饭。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亲手检查每一个关键节点。封顶那天，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震导棒停止轰鸣的那一刻，整个工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站在楼顶，看着脚下这座曾经被所有人判了死刑的建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市里的领导带着验收团队来了，
检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不仅全部达标，多项指标远超行业标准。当天晚上，我在工地食堂摆了20桌，就是大盆的红烧肉、整陶的鱼、管够的啤酒。我端着酒杯，一桌一桌的敬。走到张铁柱那桌时，这个沉默寡言的硬汉端起酒杯，眼眶红了。海哥，我干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个工具。我和他碰了一杯，一饮而尽。年底了，海建公司迎来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年终分红大会，地点就选在公司新租的办公楼里。虽然装修简单，但每张桌子上都铺了红布，摆着瓜子糖果。我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名单。今天不讲大道理，就干一件事，分钱。台下一阵善意的哄笑，最低的也有2万，最高的拿到了5万。然后我拿出了12份股权协议。老马、老周、铁柱，你们是海建的骨头和血，是股东。老马接过协议的时候，手抖的签名都歪了。老周直接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想起了1年前那个只值200块红包的夜晚，我举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但无比坚定。兄弟们，咱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这杯酒敬咱们自己。全场起立，酒杯碰撞的声音响彻整栋楼。年后开春，一个重量级的项目找上了门，本地区规划的跨江大桥附属设施建设工程。这座大桥是连接江两岸新区和老城的交通命脉，附属设施则面向本地企业招标。工程体量巨大，技术要求极高，特别是引桥部分涉及大量的高空异形结构施工。林董专门打电话来，老陈，这个项目你必须拿下，海建就能从防建企业升级为综合性建筑集团。我翻着那本厚达300页的技术要求书，眉头越皱越紧。这里面有大量我们从未接触过的工艺和标准，特别是高空钢结构的精密吊装，容差只有毫米级别。海哥，这个真能吃得下吗？就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马，语气里都带着几分忐忑。我合上文件，深吸一口气，吃不下也得吃，人这辈子总得往高处走。进场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负责主体桥梁的央企团队驻扎在江对岸，他们的设备是清一色的进口货，技术人员穿着统一的制服，胸前挂着各种资质证书。而我们这边设备虽然不差，但比起人家那阵仗，确实寒碜不少。最让人窝火的是他们的态度。一次联合协调会上，央企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指着我们提交的施工方案，皱着眉头说：“这个精度能保证吗？你们做过毫米级的吊装吗？别到时候接口对不上，耽误我们主桥的进度。”语气里满是居高临下的轻蔑。老马当场就要发作，被我按住了。散会后，我把所有班组长召集到工棚里。丢人吗？我问。所有人都沉着脸不说话。丢人就对了。我把那份施工方案拍在桌上。从今天起，我立下军令状，引桥精度必须达到毫米级，不仅要对得上，还要比他们的主桥更精准。做不到，我第一个引咎辞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停工1周，全员培训。这个决定在工地上炸了锅。我从市里的测绘院请来了2位老教授，白天上理论课，晚上做实操演习。那些粗糙的大手习惯了抡大锤搬钢筋，现在要学着操作精密的全站仪和激光测距仪。张铁柱的焊接精度本就出色，经过培训后更是如虎添翼。他能在高空作业的情况下，把焊缝控制在0.5毫米以内。老马带着吊装班反复演练，光是一个关键节点的吊装动作就练了不下200遍。1周后，我带着团队重新提交了施工方案，附上了详细的精度控制流程和模拟测试数据。央企那边的总工看完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2个字：可以。引桥第一个关键节点的吊装日终于到了。那天清晨，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一根重达12吨的异形钢梁被缓缓吊起，在50米的高空中悬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站在指挥台上，对讲机里不断传来各侧2点的实时数据。东侧偏移0.3毫米，张铁柱挂在安全绳上，戴着防风面罩。风速突然加大，钢梁开始轻微摆动。对岸央企的监测人员紧张地盯着屏幕。稳住！我对着对讲机沉声说道。老马带着吊装班的4个人同时操作4台液压千斤顶，整个过程持续了47分钟。当最后一组螺栓拧紧，激光测距仪显示所有数据全部达标的那一刻，对讲机里爆发出一阵欢呼。精度0.8毫米，比设计要求的1.5毫米整整高出了近1倍。消息传到对岸央企的项目部时，他们的总工亲自带队过桥来看现场数据。他蹲在接口处，拔着卡尺反复测量了3遍，然后站起来，摘下安全帽，朝我伸出了手。成功，佩服。简简单单3个字，分量却重如千钧。那个之前质疑我们的年轻工程师也来了，站在一旁，脸涨得通红，嗫嚅着说了句对不起。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技术面前不分出身，只看手艺。当天晚上，央企的总工破例邀请我们团队参加了他们的项目交流会，两岸的技术人员第一次坐在一起，喝着茶，交流各自的施工经验。他们的精密设备和系统化管理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在复杂工况下的灵活应变和手工技艺也让他们啧啧称奇。老马端着茶杯，第一次在这些高学历的工程师面前挺直了腰板。散会时，央企总工对我说，老陈，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海建公司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鼎盛建工的老板王德明坐立不安。虽然鼎盛已经被停业整顿，但王德明这个人脉广、手段多的老江湖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暗中联合了几家同样对海建崛起感到不满的小型建筑公司，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的第一步棋是在行业协会内部做文章。王德明利用自己在协会里经营多年的人脉，暗中运作，试图在年度评审中被海建公司打低分。风声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工地上检查模板。老周急匆匆地跑来，把消息一说，
气得直跺脚。海哥，这帮人太阴了，咱们明明干得最好，凭什么被人背后捅刀子？我把手里的铐尺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别急，阴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玩规则，咱就用规则治他。我没有去找王德明理论，而是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我主动联系了林董以及另外几家在本地口碑良好的正规开发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成立阳光建筑联盟，所有成员企业的工程数据、质量检测报告全部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说白了，就是把咱们的底裤亮给所有人看，谁干净谁心虚，一目了然。林董第一个表态支持，层层转包、偷工减料、拖欠工资。联盟成立的消息发布后，舆论一片叫好，几家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把海建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王德明的那些暗棋在阳光下瞬间失去了藏身之处，协会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公开评审流程。王德明的小动作全部曝光。联盟内部建立了统一的质量巡检制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鼎盛建工。王德明费尽心机想要复出，但停业整顿期间被查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城南安置房项目的混凝土配比造假，强度连设计标准的70%都达不到，住建部门勒令全部返工加固，费用由鼎盛建工自行承担。这一刀下去，直接把王德明的牢底掏空了。他名下的3个在建项目全部被叫停，合作的银行也收紧了信贷。鼎盛建工这艘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船，终于在自己挖的冰山上撞得粉碎。王德明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和当初在招标会上不可一世的模样判若两人。击败了所有对手之后，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我拿出公司利润的10%，在城郊租了一块地，建了一个匠心技能培训基地。基地不大，就是几排板房加一个露天的实操场地，但设备一应俱全。海哥，咱们公司正是用钱的时候，搞这个能赚钱吗？我站在基地门口，看着那些简陋但整洁的教室，不赚钱，免费的。小刘差点把手里的计算器摔了。我的想法很简单，这个行业里大量的年轻工人没有系统的技能培训，只能靠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很多好手艺正在失传，而低水平的施工质量又不断制造安全隐患。我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基地开班的第一天，来了60多个学员，有刚从农村出来的毛头小子，有在工地上干了10几年但从没受过正规培训的老工人，还有几个从鼎盛建工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的技术员。我亲自上了第一堂课，主题就4个字：安全第一。跨江大桥在入冬前顺利通车。通车仪式那天，大桥两端挤满了人，我带着海建的团队站在引桥的最高处，看着第一辆车从桥面上驶过，寒风凛冽，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像星星。仪式上，组织方给海建公司颁发了杰出贡献奖的奖杯。上台领奖的时候，主持人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奖杯，看了看台下那些被寒风吹得通红的脸，没啥感想，就是觉得咱们工人也能干出让所有人竖大拇指的活。台下掌声雷动。晚上庆功宴，我没去参加那些官方的应场，而是回到工棚和兄弟们一起吃火锅。老马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膀哭：海哥，跟着你。张铁柱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他在鼎盛建工8年从未拿到过的劳动合同，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旁边摆着海建给他的那份崭新的合同，他什么也没说，但一切尽在不言中。跨江大桥项目的成功，让海建公司彻底完成了蜕变，年营收突破2个亿，团队规模扩大到1500人。一天晚上，我和林董坐在江边喝茶，看着对岸灯火辉煌的新城区。林董，我想做开发商。林董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老陈，你想好了？我想盖老百姓住得起的好房子，不是那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也不是那些天价宰人的奢侈品。林董沉默了很久，杯中的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老陈，这条路比施工难10倍，你会得罪很多人。我知道，但总得有人去做。我让团队在城郊物色了一块200亩的荒地，这块地位置偏僻，周围全是农田和废弃的厂房。所有的同行都不理解我的选择。老陈是不是脑子烧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谁会去住？但我看中的恰恰是这一点，地价低意味着成本可控，而城市扩张的方向正好朝着这片区域。5年之内，这里必然会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我在公司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项目的名字：安居之城。安居之城不是高端楼盘，不做精装溢价，不搞期房预售，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流过汗、出过力的普通人都能买得起、住得好的家。台下一片哗然，这个理念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里简直是离经叛道。老周举手问：海哥，这么搞咱们能赚到钱吗？我笑了笑，赚得少，但赚得踏实。更重要的是，这是咱们自己也想住的房子。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安居之城正式动工的消息一出，立刻在行业里炸开了锅。低利润、高品质、不卖期房，这3条铁律直接触动了那些靠信息差和期房资金池赚暴利的开发商们的神经。最先跳出来的是几个在本地囤了大量土地的炒房团，他们联合起来在网上发软文，冷嘲热讽的把安居之城称为乡下自建房，说什么便宜没好货，偏远地段就是个坑。有人直接在安居之城工地门口摆了个临时展台，推销附近另一个高价楼盘，故意拉横幅写着买房要选好地段，别贪便宜吃大亏。老马气得要去掀了那个展台，被我拦住了，让他们闹，咱们的房子好不好不是嘴皮子说了算，是质量说了算。我下了一道死命令，安居之城的每一面墙、每一根管线、每一块砖都必须达到海建公司有史以来的最高标准。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便宜的房子一样能盖出豪宅的品质。
炒房团的骚扰不过是开胃菜，真正的大麻烦紧随其后。一个叫汉语资本的投资机构悄悄入了场。这家机构的背景极其复杂，在本地房地产圈里呼风唤雨。安居之城的低价模式如果成功，将直接冲击他们的定价体系。汉语资本的操作很隐蔽，他们先是通过关联公司大量收购了几家小型供应商的股份，然后以股东身份施压，要求这些供应商提高对海建的供货价格。财务小刘最先发现了异常，海哥，最近3家供应商同时涨价15%，而且有2个小股东收到了收购邀约，出价是市值的3倍。我皱起眉头，点燃一根烟，有人要对海建动手了。这次的对手比孙八皮和王德明加起来都要危险得多。我连夜约了林董，听完我的描述，他的表情变得凝重。汉语资本，我知道这帮人，他们不是搞建筑的，是搞金融的。对他们来说，房子不是用来住的，是用来炒的。你的安居之城动了他们的蛋糕。我连夜召集了所有股东开会，把汉语的意图和盘托出。老马第一个表态，谁敢卖股份，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其他股东纷纷签下了股权锁定协议。林董出面，利用自己在行业内的资源，帮我对接了几家不受汉语控制的大型供应商，价格甚至比之前更低。我和林董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公开了汉语资本恶意收购的企图。阳光建筑联盟的成员企业集体站队支持海建，汉语资本的第一波进攻被挡了回去。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就玩阴的，买通了几家小媒体，炮制了一篇耸人听闻的调查报道。安居之城惊爆严重环境污染，文章里配了几张来路不明的照片，把附近的农田都染黑了，引用了一个不知名环保专家的言论。文章一发，网上瞬间炸了锅，评论区里骂声一片，有人要求叫停项目，我的手机被打爆了。陈总，这是真的吗？我深吸一口气，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假的，但谣言跑得比真相快，咱们得用更快的速度把真相亮出来。我当晚就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第二天一早，安居之城的工地大门被彻底敞开。我在工地入口处竖了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工地内部的实况。第一天就来了上百人，有附近的村民，有记者，我亲自当导游，带着他们把整个工地走了一遍。废水处理池的水质检测报告贴在池边的公告栏上，环保部门现场取样检测，结果全部达标。那篇造谣文章里的黑水照片也被网友扒了出来，竟然是从外地一个化工厂的旧闻里盗的图。真相大白后，舆论彻底反转，骂声变成了力挺，安居之城反而收获了大量的关注。汉语资本的舆论战败了，但他们的疯狂远没有结束。1个月后的深夜，工地的材料仓库突然着火了，火势来得又猛又快，浓烟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夜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刚在办公室里合上，几十个值夜班的工人已经拿着灭火器在扑救了。张铁柱带着人把存放在仓库隔壁的钢筋和设备紧急转移，老马指挥着消防车进场。整个过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所有人都没乱。1个小时后，火被扑灭了，材料仓库烧毁了1/3，损失大约40万。消防部门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人为纵火。监控拍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是工地上一个才来不到2个月的杂工。指使者的线索最终指向了一个汉语资本的中层经理。我把证据整理好，直接报了案。那个汉语资本的中层经理被警方带走后，很快就交代了更多的内幕。纵火只是冰山一角，汉语资本在多个项目中都有类似的打压手段，包括恶意举报、买通内部人员搞破坏、操纵媒体造谣等等。随着调查的深入，汉语资本的实际控制人也浮出了水面，一个常年躲在幕后的资本玩家，手里控制着10几家空壳公司。调查结果被公开后，汉语资本的名声彻底臭了。他们操控的几个高价楼盘遭到购房者集体维权，资金链迅速断裂，而安居之城反而成了本地区最受关注的楼盘。预售信息刚放出去，咨询电话就被打爆了，来看房的人排起了长龙，很多人是冲着陈海这2个字来的。这个人连命都豁得出去保工地，他盖的房子我们放心。我做了一个震动整个房产圈的决定，不卖期房，封顶即交房。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几乎所有开发商都靠预售回笼资金，我选择了最笨、最费钱，但对购房者最负责的方式。房子盖好了你再买，看得见摸得着，满意了再掏钱。台下的同行们面面相觑，这不是自断财路吗？但购房者的反应完全相反，爆了。发售当天，200多套房源在4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来买房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有建筑工人，有出租车司机，有小店老板，也有刚毕业不久攒了几年首付的年轻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姐签完合同后，拉着我的手不松开。小陈啊，我等这样的房子等了一辈子。我看着她浑浊却闪着光的眼睛，心里酸酸的。这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艰难，所有的硬仗，全都值了。安居之城的成功让海建公司的估值飙升，林董和几个投资人找到我，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上市。老陈，海建已经具备了上市的条件。林董把一份详细的上市方案摆在我面前，我翻了翻，皱着眉头指向股权分配那一页。这个方案里，管理层和投资人占了大头，1线员工的持股比例才3%。林董有些意外，老陈，这已经是很慷慨的方案了。我把方案推回去，改1线老员工的持股比例提到15%。那些从孙八皮那里跟我出来的兄弟，每人至少配1万股。投资人代表的脸色当场就变了。陈总，这不符合惯例。我打断他，惯例是人定的，没有这些兄弟就没有海建。他们扛过钢筋，淋过大雨，睡过工棚，凭什么上了市就把他们撇开？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终林董率先点了头，按老陈说的办。
上市敲钟的日子定在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但当大厅的门打开时，全场愣住了。我穿的是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裤，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劳保鞋，胸前别着那枚跟了我10几年的海建公司工牌，身后跟着的不是西装革履的高管团队，而是老马、老周，他们也穿着工装，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激动。我们一起走上了敲钟台，当那口铜钟被我们10几双粗糙的手共同敲响时，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交易屏上，海建工程的股票代码开始跳动，开盘价一路飙升。老马站在我旁边，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搂住他的肩膀，轻声说了一句：“兄弟，咱们到了。”那一刻，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300号人挤在大巴车里离开孙八皮工地时的场景。天亮了，上市后的第一个交易周，海建股票连续大涨。老马蹲在工地的角落里，拿着手机计算器按了又按，按了又按，最后把手机揣兜里，蹲在地上哭了整整10分钟。他给家里打电话，第一句话是：“妈，咱家的房贷还完了。”老周更夸张，当他看到账户上的数字时，以为系统出了 bug， 跑到银行柜台去确认了3遍。张铁柱没有哭也没有笑，他默默地请了半天假，买了一束花去了墓地。他媳妇3年前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没钱看病，拖成了重症走的。他把花放在墓碑前，蹲下来喃喃地说：“翠花，咱有钱了，闺女以后上学不用愁了。”消息传开后，无数工人从各地打来电话。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只有8个字：跟对人，走对路，值。评论区瞬间被点赞淹没。钱多了，但我没忘记自己是从哪来的。上市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不是买写字楼，不是换豪车，而是成立了一个降薪基金，救助因工伤致贫的建筑工人家庭。每年都有大量工人在高空坠落、坍塌事故中受伤，受了伤就被老板一脚劈开，一家人瞬间陷入绝境，每一个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基金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是一个叫刘大勇的钢筋工，他在某个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脊椎严重受损，腰部以下瘫痪。老板跑了，工地散了，家里还有2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基金给他送去了30万的救助金，并且帮他的2个孩子申请了长期的教育资助。刘大勇坐在轮椅上，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陈总，你是好人啊。”“我不是好人，我只是个干过同样活的工友。”当我回到工位时，一个重量级的招标信息传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个项目的内容是西部地区规划建设一座大型科技产业园区。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海建有史以来面对过的最大挑战，涵盖研发中心、数据机房、人才公寓。不仅如此，园区还地处地震多发带，而且因为紧邻资源保护区，每一家都是行业内的顶尖选手。海哥，这个项目咱们真的要上？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目光坚定，必须上。这不只是一个项目，是海建能不能站到最高舞台的关键一战。最大的技术瓶颈摆在了面前，新型环保建筑材料，传统的混凝土方案在碳排放指标上根本过不了关。我做了一个在董事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决定，自建材料研发实验室。老陈，我们是施工企业，不是科研机构，搞研发烧的钱跟流水一样，等别人研发出来再用，黄花菜都凉了。咱们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验室就设在工厂的角落里，条件简陋但干劲十足。2个月内，团队进行了超过300次配比试验，无数次失败、推翻、重来，直到第312次实验，一种新型复合材料终于通过了所有性能测试，强度达标，碳排放降低40%，成本可控。我拿着那块灰扑扑的样品砖，对着实验室里欢呼雀跃的年轻人说：“记住这一天，这块砖能改变整个行业。”拿下西部硅谷的标书后，我带着800人的精锐团队奔赴西北。工地在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上，第一批抵达的工人看到漫天黄沙和荒凉的驻地时，有人当场就打了退堂鼓。海哥，这地方连鸟都不来，咱们能扛得住吗？我跳下车，抓起一把沙子看了看，又踩了踩脚下的硬土地，然后回头对所有人说：“兄弟们，越是荒凉的地方，越需要咱们来建设。3年后，这片戈壁滩上会站起一座城，那是咱们亲手盖的。”我没有搞特殊，住的是和工人一样的板房，吃的是大锅饭，每天和大家一起顶着风沙干活。沙尘暴来的时候，所有人躲进工棚，我在外面检查设备的固定情况。回来的时候，满嘴都是沙子。冬天最冷的那段日子，夜里气温跌到零下20多度，水管全部冻裂。我带着老马他们裹着军大衣，连夜用喷灯一根一根的解冻，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陪着他们一起扛。3年的鏖战，西部硅谷终于竣工了。当最后一块幕墙安装到位，园区的灯光在夜色中第一次全部亮起的那一刻，戈壁滩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800个工人站在自己亲手建造的建筑群前，很多人热泪盈眶。我受邀在一个高规格的行业论坛上发表演讲，面对台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行业精英，我没有用 PPT， 没有念稿子，我讲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故事。从工地上被欺负、被克扣、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从带着300号兄弟连夜出走，到一砖一瓦建起自己的公司，从烂尾楼到跨江大桥，从安居之城到西部硅谷。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弹奏这首乐曲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的人，而是风里来雨里去，把每一块砖都当成作品的手艺人。请尊重每一个建设者。全场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3分钟。论坛结束后，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决定，退居幕后。海哥，你疯了！
公司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你怎么能撒手？我笑着给他倒了杯茶。马哥，咱们这代人的仗打完了，公司要走得更远，需要懂现代管理、懂技术研发、懂资本运营的年轻人来掌舵。我花了半年时间，从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了一批年轻的管理团队。新任 CEO 是一个从匠心培训基地走出来的年轻人，叫李明。他18岁进海建当学徒，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自学考了在职本科和 MBA。我亲手把他一步步带了起来。交接仪式上，我把自己用了10几年的那顶红色安全帽递给李明，公司交给你了，记住2句话：质量为天，兄弟为本。李明双手接过安全帽，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没有回头，但眼眶湿了。走出大楼的那一刻，阳光洒在脸上，和很多年前离开孙扒皮公司时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我不是被逼走的，而是笑着离开的。退休后的第3年，我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小城市，那个我16岁背着蛇皮袋离开，发誓要闯出一片天的地方。我没有买别墅，没有开豪车，我在老街的尽头租了一间带院子的老房子，花了3个月时间亲手翻修了一遍，把歪了的墙砌直，把漏雨的屋顶补好，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然后我在院子的东厢房里开了一间小小的木工房，就是一张老榆木的工作台，几把用了几10年的刨子和凿子，还有满墙挂着的各种榫卯样品。闺女偶尔会带着孙女回来看我，5岁的小丫头最喜欢坐在工作台旁边，看我用刨子把一块粗糙的木头变成光滑的积木。爷爷，你以前就是干这个的吗？她歪着脑袋问。我把刚做好的一个榫卯鲁扳锁递给她，笑着说：对，爷爷这辈子就会一件事，用手把东西做好。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工作台上，墙角的钉子上挂着那顶褪了色的红色安全帽，帽檐磨损了，帽带也旧了，但上面海建工程4个字依然清晰。它安静地挂在那里，像一枚勋章，见证了一个泥瓦匠的传奇一生。